好，我是杨蒙。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而且你们真的辛苦了。我洞房都没闹这么晚。我跟你说，前2天刚办完婚礼，那个婚礼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说，杨温结婚，大半个脱口秀圈都没来，就不是我人缘不好，就现在圈子实在太大了。但是我把程璐和建国请过去了。你们知道现在这2边节目打得如火如荼，我把双方各自的总编剧叫到草原上喝酒唱歌，因为我的婚礼双方停战3天。他们现在叫我脱口秀和亲大使，但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称号，因为我那个草原婚礼我自己设计的，我就骑马入场，我觉得特别帅，结果到他们嘴里说蒙恩出塞。那个马真的非常难控制，我上马之前，教练特意交代说，记住了，他是畜生，你要征服他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听进去，马听进去了。打我开始上去之后，他就试图在征服我。因为那个新娘的马新娘的马特别好，但我那个马特别躁动。新娘的马走起路来就很优雅的完成工作，他就这样。我那匹马就是这样。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，你知道吗？他颠得特别开心，然后我在那个马背上，我就开始这样。小北看见了说：“快看，杨蒙在给马打气儿。”我。结束之后，所有人都在夸那匹马，他们说：“这个浩瀚的马子，你威武雄壮。”其实开始筹备婚礼之后呢，就是有很多那种落后的婚俗，我就没有办法接受。就是比如说结婚那天一定要穿那个红秋衣、红秋裤，还有红袜子。就咱们难看就不说了，如果你的老公是个光头，我真的诚心建议不要这么穿。因为从远处看，真的很像刚扒了皮的火腿肠，是吗？然后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很扯的说法，就是说，新郎去娶亲不能带姑姑，然后新娘他们送亲，姨妈们不能去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姑姑的谐音是孤，婚后会孤独；姨的谐音是姨，你俩会猜疑。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啊？太扯。就是照这个逻辑，我就想说，谁能去？叔叔不能去，因为日子会过叔；大伯不能去，你俩会闹掰；姐姐不能去，解开了新人的姻缘；哥哥不能去，他会放了爱情的鸽子。这个习俗的核心就是你家要有个王建国，你结婚全家别出门。王建国自己结婚都不能去呢，因为家有王建国，日子往见过。所以我当时跟婚庆聊的第1条就是，拿掉所有和谐音梗有关的习俗。那我所有东西我都拿掉了，但只有一个拿不掉，就是那个早生贵子。我妈非要在那个床上就要放那个干枣、花生、桂圆、瓜子儿。说实话，我俩领证3年半了，一直没孩子，是因为床头忘放干果了吗？我们之所以不生贵子，就是因为生子很贵。我不想生贵子，我就想生个贫子。我不想我的孩子从小就是弹钢琴、学骑马，然后打少儿高尔夫。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每天拿个烂矿泉水瓶跟我说：“爸爸，看我刚抓的毛毛虫。”我会很开心地说：“哎呦喂，好孩子，你的快乐真给爸爸省心。哎，爸爸那儿还有一棵树，哎呦，快去吧，真机灵。这孩子长大一定是当啄木鸟的料。”然后我也很不明白，就是那个结婚为什么要请那个车队，一堆车，然后他们跟我说，啊，这样接亲的话就是那个非常的气派风光。我说我不觉得，因为你去接亲的车越贵，越说明那个车不是你的。因为没有哪位劳斯莱斯幻影的车主住在新营房2号胡同3单元502。霸道的王总办了一天婚礼，累的晚上终于坐了他的劳斯莱斯，
仰望着星空顶，缓缓地回到了他家楼下，走了进去。哼！喂，小刘，1楼的感应灯记得修一下。我绝不允许我的女人在楼道里跺脚2次。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场好的婚礼，你就应该拿掉所有和你没关系的繁文缛节，然后留下真正对你们有意义的事情，比如随份子。随份子这个事儿真的是，我随的是我觉得我说这人情社会的文化糟粕必须废除。收礼那天这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了，谁敢不从？然后我以前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我只去不给钱，他们会不会发现这个事儿？这次结了明白了，一定会发现，因为不然你们以为洞房花烛夜一对新人关了门之后会干什么？当然是对账了。不仅对账，我们还得验算。验算的时候，我俩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这么般配了。因为以100为单位的纯加法，2个人算3遍都算不出一样的数来。但是那天晚上非常的开心，那天晚上我们都听到了最悦耳的来自父母的指责。我老丈人晚上在吼我们说：“你俩数钱小点声。”最后，当我们终于忙完了一切，然后精疲力尽的躺了下来之后，刘佩玉含情脉脉的看着我说：“要不咱俩再数一遍？”我真的当时我一个蹬劲我就起来，我掏出计算器，我说就等你这句话呢嘛，归零归零归零。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上，到底懂不懂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懂你的人在身边。我们俩都知道，就是婚姻不一定会让人变得更幸福，但数钱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蒙恩啊。那个我之前是个，我刚刚表演了一个忘词儿，好是吧？因为前面刚连的忘词儿，然后在我后台的时候我特别的紧张，然后我说与其传染我不如先得吧，我说这。其实这样，今天聊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生活。我之前是跳街舞的，有人看不出来是吗？你这样能看出来了吗？是吧？来一个，这是这现在我最高水平了，不好意思。其实这样，我很早，我是08年，我上高中的时候去跳街舞了。08年跳街舞是个非常前卫的事情。08年，王一博甚至都不是练习生呢。王一博就是个小学生，而且那时候全内蒙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街舞是什么。那时候有几个年轻人在我们那公园那空地里面跳舞、翻跟头，然后各种转，围了一圈大爷大妈在那儿看，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后来越传越邪乎，说公园里面耍猴的没带猴，能自己练。我就在那种情况下去跳的街舞，然后我们包头唯一一个街舞团叫精武门。非常的中二，就他虽然已经把那个武术的武改成了舞蹈的舞，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精武门里面跳爵士。我啪一走进精武门，所有人就在这儿，然后老师一边跳一边教说：“想象你们在开一台车。”我说：“你开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开什么车让你这么开？你坐方向盘上了吧？”你说：“我本来不想学，后来呢，讲完课之后，老师给我看了一个世界街舞大赛的视频。放完之后，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：“这是世界最牛的街舞比赛。那这里面有日本人，有韩国人，有美国人，就是没有我们中国人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中国人接触街舞实在太晚了，老师们再怎么练也比不过他们了。但你真的赶上好时候了。老师相信你从现在开始练，有朝一日一定能代表我们打败日本人，打败美国人，打败韩国人。”我当时16岁的我听得热血沸腾，脑子里面已经出画面了。在一群外国高手的围攻之下，我一个托马斯全旋720转体完美落地，全场起立沸腾。主持人都激动地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说：“我叫中国人。”这个时候，
老师问说：“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跳街舞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为国争光。”他说：“没错，这边交钱。”是吧？我发现我们真的很爱打外国人，真的。如果一个综艺干不下去的话，我们就找几个外国明星过来唱歌比赛，然后赢他们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当时学街舞那个心情，就是那英那年那个表情包，就是我要洋人死。结果过2天舞团请来了一个外国的麦克老师，给我们上大师班，我又交了3000。我最后临走之前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我跟他说了一句英文，我说 I will defeat you in your country。麦克老师也回了我一句中文，他说：“其实我是中国人。”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发现我的爱国心就被利用了，而且我回想起来，发现我最开始想跳街舞，不是想要为国争光，我当时就想吸引女生。当时我太幼稚了，我发现跳街舞其实根本不能吸引女生。那时候上高中，没有几个女孩喜欢跳街舞的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男朋友是跳街舞的，你怎么跟别人介绍他？啊，别人一说啊，我男朋友学习好，年级前3，我男朋友体育生，校100米记录，到你了。我男朋友能用脑袋在地上转10圈儿，你男朋友只腌陀螺吧，那么厉害转。我当时就是那个陀螺，我练头转练得非常厉害。他们甚至还给我起了个绰号，叫我钻地龙。我觉得不够酷，还起了个英文名叫钻地 dragon。钻地 dragon 就是拼音钻地 dragon。然后我本来还觉得挺酷的，后来直到有一回我去外地参加那个街舞比赛，他那个比赛是他介绍选手上场的时候，他是把你来自哪里和你的外号连在一起介绍出来。我刚说我家乡是包头市，我当时下面已经很唏嘘了，我说包头钻地龙，我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愚蠢呀？结果我没想到那个 DJ 比我想象中还要愚蠢。他操的时尚又浑厚的口音开始介绍我说：“哦，接下来这位选手是包着头的钻地龙。”后来我们学校也不让我跳街舞了，不是因为我捣乱或者不学习，是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突然下发了一个文件，叫《校园安全月全区杀马特整顿大行动》，规定每个学校必须抓几个杀马特。但我们学校没有杀马特，教导主任就说：“把那个钻地龙给我找过来，把钻地龙找过来。”他揪着我说：“你是杀马特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杀马特。”他说：“你就是杀马特。”我说：“你凭什么说我是杀马特？”他说：“你把你的左眼露出来，再跟我说话。”后来教导主任就跟我说：“我现在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杀马特，我们只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儿。这个学校从此以后就不能有街舞。”我的天，太严格了！小年纪我就感受到什么叫教务处通知一下来，我们社团就没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也高3了，然后我就去舞团，我说我就不跳街舞了，我要去考大学了。然后我离开街舞团那天，当时跟我一起跳街舞那些孩子们都非常的难过，然后他们含着泪问我说：“杨蒙恩，你真的不跳街舞了吗？你不跳街舞了，那中国街舞怎么办？”我说这么重要吗？我说我对中国街舞这么重要吗？中国街舞不能等我2年吗？还是怎么着？中国街舞也不招本科啊？就算以后街舞跳再厉害，满天飞各种转，一小心啪，学位证掉地上了。中国街舞界一片唏嘘，哎呀，这个大学生呀，这是。中国街舞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失去了我这个本科生。但中国街舞现在有很多世界冠军，所以我想说，爱国不是你一定要赢谁，就是我们只要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，就可以为国争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恩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恩。终于回来上节目了，太帅了！谢谢，就等这句话，谢谢。真的，不然我现在每天打开小某书，他在那儿给我推荐，猜你想搜，杨蒙恩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人一旦从网上消失了之后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还收到那网友啊发私信关心我说：“蒙恩，看你好久没有发微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？”我是再见爱人导演组的导演，有没有兴趣？我说 OK。朋友们，我这2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没有任何事。我这2年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。我去年1整年我都在学英语，然后考了托福，然后年底
成功报考了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。厉害吧，厉害吧？但是我没考上，我没考上，给我干懵了，知道吗？他们跟我说我分不够，我说为明星上大学不要分啊。开玩笑，我不是明星啊。是的，我面试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假装谦虚呢，我想说我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，我说I'm a little famous。下来一复盘，果然英语没写好，英语里面little 是有一点 little 是几乎一点都没有。哎，我还跟人要奖学金呢，我奖学金我也不会说。I want you give me money, give me money. I need money, I need money. 我这个面试总结下来就4个字儿：敲诈勒索。人那边也纳闷呢，说：“哎，今天面试一小伙子，一点名气都没有，还跟我说觉得自己巨牛。”我当时就不应该跟这些老外谦虚，I'm late, I'm superstar, icon, influencer, 爱奇艺 SVIP 会员，是吧？只要我愿意为这个面试结果，我可以抢先看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就在现场这样讲，知道吧？这个段子能播了以后，你们看吧，那些 VIP 们呢，肯定在那发弹幕呢，是吧 ？famous 是形容词，不能跟在 little 的后面。就你们英语好的，就你们英语好。他急了，我就是急了。我就刚跟弹幕吵了个架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是喜欢把事儿想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说实话，我当时退圈的时候，我都想好怎么付出了。我就想，我沉浸2年之后，在微博突然发一条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然后我就云淡风轻的3个字：纽约见。到时候，纽约大学3大校友，泰勒·斯威夫特、李安、杨蒙恩。我都差点给李安发私信，我说学长，咱们学校在哪儿买脸盆呀？我对我自己的认知产生了非常大的偏差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厚积薄发、带着梦想冲出枷锁的大龄流子。但实际上的我就那种每年高考里面新人文人物，是吧？6旬老汉第18次参加高考，喜得176分。最后大家佩服，都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耀眼的成绩，大家就是纯惊叹，这老登还有气儿学呢。当初还有人给我建议，就说你直播呀，你记录考研过程肯定有流量。我就是怕打脸，我就是怕我在每天直播奋斗考研背单词，然后第2天回来，请问脱口秀大会在哪儿报名啊？其实这个我考研失败的段子，在我决定考研第1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回来了，但节目不在了。我真的回来以后，我朋友们跟我吃饭呢，聊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儿，但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。现在主要俩节目。一个拖沓，一个喜单。我说拖沓喜单啊，这俩节目一个鹅的，一个桃的。我说，什么鹅的桃的？我努力听懂他们说话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。我跟他们说的话也像刚放出来的。他们说蒙恩，你到底上哪个？我说少废话，这2个哪个来1000块啊 ？I need money。然后他们给我讲这2年行业有多激烈，对吧？有人塌房了，有人聊粉丝被爆了，有人被女友锤了，然后女性主义脱口秀遍地开花了。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女演员一直在上桌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。
真的。之前还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，蒙恩，我觉得现在有些女脱口秀演员硬上价值，你能不能出来吐槽吐槽这个事儿呀？我说你让我吐槽什么呀？你先把那些男演员从炕上拽下来呀！这个没有影射同行的意思，就是真的是这样的。然后杨丽还问我说，杨哥，这2年你发生的事儿，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？我说对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为了学英语，我关了朋友圈，我卸载了微博，然后一切社交软件我都远离，避免打扰。他听完之后，他都惊呆了。他说：“天哪，就这都没考上吗？”但是我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 offer。我还是有学上，然后我今年还是决定出去上学。然后他们问我为啥一定要出国，我说我想主持奥斯卡，我想把脱口秀带到国外。王建国说脱口秀不就是我们带回国内的吗？然后说这玩意儿带回来才几年，你又往出带？你没事你当脱口秀干啥？咋的了？语言类节目不加关税啊？然后我在开放麦突然练着，就是双方谈妥了。我说打这么半天，把我段子给我打飞了，是吧？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大象冰箱理论，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事儿，别多想，你只计划3步：学英语、去美国、主持奥斯卡，就是这样的事儿。别听那些有逻辑的跟你说，啊，这不可能，怎么样。我说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3步，他跟你说哪有那么大冰箱呀？这需要多少电荷呀？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，但他也不想想我去哪儿找大象啊。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实现梦想才是成功，但我自己觉得就是，当我去追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成功了。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李安导演的校友，还是有些遗憾。但是，李安导演你放心，以后我去纽约买脸盆，我指定还找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恩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恩。真的很开心回来录节目，因为我现在真的发现。还是脱口秀的舞台最适合我，因为只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，才会有人觉得我帅。不，你们现在说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不是图你们这个。你们有人知道我前2年客串了个仙侠剧吗？如果你们知道，你们就假装不知道好不好？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你们永远不要知道。那个剧其实一点也不火。但它真的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因为那个剧上的唯一一个热搜还跟我有关，叫“才发现杨蒙恩这么难看”。我看到那热搜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难过，我很难过。然后我老婆还安慰我说：“哎，你别难过，你别难过，你往好处想，你看他们才发现。”徐志胜当年一上台，他们就发现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和志胜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徐志胜是丑，我是难看。你们能分清那个丑和难看之间那个细微的差别吗？就是难看是很多人很难看，你一看他难看，你再也不想看了。丑是一个哎呦好丑，但你忍不住还想看。一边看你都一边琢磨。怎么能长这么丑呢？我这样说，我不是在嘲讽人家志胜长相的意思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恰恰说明了，丑也是一种好看，但难看彻底就是难看了。你们想想，就是那个古代唱戏的里面有生旦净末丑，有丑角儿，但是没有难看角儿，难看的成不了角儿。其实我很清楚，就是我这种长相，我在古装剧里我只配演什么样的角色，就是我只配演那种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曹操说，关羽在城外叫嚣，谁敢一战？我说，末将愿意前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下一个镜头就关羽提着我的手机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
战鼓呢，在这个就是。而且，人真的是你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，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。我原来看仙侠剧的时候，我的嘴很恶毒的。但凡那个男主角脸长了一点，我盯着手机我就骂，我说你个丑货啊，你修仙光修下巴呀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前2天我们又看了一个仙侠剧，我老婆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就说：“哎呦，他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来演戏？”我跟他说：“他也不容易。”你知道他现在有多难过吗？他怎么知道上了电视之后那么难看呀？从小到大，他的妈妈也一定一直叫他大帅哥。真的，没有一个仙侠剧啊，不是，他是没有一个母亲。会觉得自己的儿子难看的。但那个仙侠剧把我妈击穿了。我妈看的那个热搜，从愤怒到妥协，只用了3句话。第1句是：“哎，现在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呀？”第2句是：“吴文多帅，那吴文多帅。”第3句是：“这个妆好像就是有点问题啊。”然后我之前还刷了一个短视频，那个短视频就是在讲什么是返祖长相。他就说，如果有的人这个眉骨高、颧骨大、下巴后缩，这就是返祖，就大概就长这样。你们都看得见？是，这有什么好啊？你没见过山顶洞人是吧？这真的就是那个视频，他就这样，他那个视频还专门配了一个就是北京猿人就历史课本那个图。说实话，我看着那个图，我从来没那么觉得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内蒙人，我老家就在北京周口店，是吧？而且你们知道，就是北京王府井那个地铁站那个下面有个古人类文化博物馆。我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过去都想转一转。我一开始以为说我喜欢历史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就是乡愁。而且我发现，就是男女就对待这种视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就我老婆看完之后，她给我发了一个上海9院的挂号链接，她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整形医院，说要不要去垫垫下巴啥的。就她就这样，就说别人说的哪儿不好，她就想改。我才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。我点开那个视频，然后在下面评论，我说对呀，没错，长成这样，因为我是你祖宗。你知道，就是其实我这么生气，也不光是因为他说我长得返祖，是因为那个视频的标题是“警惕”。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，因为长成这样的人，小脑发育不健全，所以他冲动、易怒、会报复，然后后面跟了一堆杀人犯的照片，就是。他就是对我这种长相的一个全方位的否定，就是说我这种人就是长得差，小脑差，脾气还差。我感觉我就是徐志胜小家和翟佳宁的结合体。但是如果你长得帅的话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不管你干什么事别人都不会挑你的毛病，对吧？是吧，庞庞？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美国有一个大帅哥，枪杀了一个 CEO？你们看看你们这个反应，你们啊，一定不是因为他杀了人吧？他因为帅，然后他就火遍了全球，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他，就在讨论他的家庭背景，
然后他的社会背景、他的工作背景、他的教育背景，就是核心就是在发问：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把一个大帅哥逼得去杀人？最后他们得出结论：他杀人是因为保险行业坑人，社会不公。哎，他要是长成我这样，他们还会这么说吗？不会的，他们只会说他杀人，因为他眉骨高，颧骨大，下巴后缩，所以易怒，走在路上想 biang biang 来2枪。为什么要来2枪？因为我小脑发育不健全啊，第1枪瞄不准，这样。根本不会有人在乎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也不会有人讨论我的 OOTD。我的照片只会被那些自媒体截图做成短视频，然后标题是“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”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恩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！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，现在。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？特别压力特别大，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，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。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，解压，压力更大了。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，但热评第1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，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。说他其实长这样，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，那咋了？关你啥事啊？人好笑不就行了吗？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。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，也有人不满意，说忘本了，好看了不好笑了，咋了？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？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，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未尝不可呀。那么来了，后面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典。这2年呢，我去国外上学了，每天都在吃白人饭。蒙恩呐，兄弟啊，你还有3个月就走了，咱现在就该吃点啥吃点啥吧。哎呀，我最近回上海发现，上海也开始流行吃白人饭了。我去吃了，不是很正宗，因为太好吃了。就国外那个正宗的白人饭，没有调料，没有味道，没有活下去的必要。白人饭的菜，那是真生吃啊，生芹菜、生西兰花、生菜花，吃到后面你都不用自己物化自己，这就是纯牛马。就这菜，他们不炒，也不焯，就让你蘸酸奶吃。吃了1分钟我就懂了，酸奶在这里面主要起到一种送福的作用。唯一不生吃的菜是豆角。咋不能生吃呢？吃死多好呀！死了我在黄泉路上，孟婆还能给我喝一口热汤，也是过上了一种向往的生活。就这午饭你吃完你都根本不用午休，因为血糖根本上不来。你想吃点热乎的，只能靠自己上火。就真的很想问他们，我说普罗米修斯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说普罗米修斯当年为了把火种带给人间，被宙斯绑在山上，每天忍受着风吹日晒和秃鹫的啄食，然后你们就吃这个。
我说那普罗米修斯他自己晒得久一点，秃鹫吃的都比你们热乎。我要是普罗米修斯，我看到白人吃这些东西，我真的会很生气的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早知道我带什么火呀？是不是我给你们自由过了火？早说我带点酸奶下来不就完了吗？哇！但是后来呀，我确实就开始自己做饭了，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吃口热乎的。朋友们，中餐是真好吃啊，但做中餐真的好费时间呀！我要做一顿午饭，我得洗切煮炒炖吃，洗，因为第一个洗是洗菜，第二个洗是洗锅碗瓢盆菜碗和灶台，等好不容易收拾完了，我坐在那，该做晚饭了。根本没有时间忙自己的事业，还有爱好。我朋友问我说：“英宁，哎，你现在在国外上学还是上班？”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说在家上菜。现在主要在西方展示一些新东方。但确实啊，我实话实说，那一段密集做饭的时间，天天做，顿顿做，我一下就理解了我那个老母亲。就我印象中他年轻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焦虑。我现在理解了，因为他活真的太多了，他要下班赶紧马上回家上班，因为家里不仅有家务，家里还有2个废物。我和我爸每天不干活，哇，特别的快乐，快乐的像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主题曲怎么唱？啊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。拉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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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了能有1分多钟，都没提他妈一句。我不知道，还以为讲的是一个单亲爸爸的故事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有妈呀，叫围裙妈妈。我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，我说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是没有头吗？我说你大头小头后面至少接个烫头吧。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动画片，没想到这么恐怖，推荐给大家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就点开1集。这个动画片一共151集，有1集叫《围裙妈妈的节日》，重点推荐。那一集是这么演的：大头儿子睁眼醒来说：“今天是3·8妇女节，是妈妈的节日，我们就让妈妈休息1天吧。”哇，大头儿子说这话真是让人头大。365天就休息1天，要我说996、007算啥呀？你试试这个355。后来发现我还算错了，休息10天才是355。我说难怪只有那父子俩有头呢，原来妈妈这日子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妈妈甚至都没有一个病假啊！有一集围裙妈妈在家做饭累到晕倒，父子俩赶紧跑过来关心说：“围裙妈妈，你可不要死啊，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。”我一个字都没有篡改过，我说：“所以妈妈不是不能死，是只能饭后死。我要是围裙妈妈，我就做顿生豆角，大家一起死。”但我还是要为小头爸爸证明一下啊，他是个好男人。做过一顿饭，就在3·8妇女节那天，给妈妈做了4道菜，分别是红烧芋头、生拌黄瓜、白糖拌姜片儿，已经很荒谬了，对吧？第4道菜更绝，叫紫色卷心菜。连做饭的动词都没有了。我要是围裙妈妈，我肯定会很难过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我把你当家里人，你把我当外国人。你给我做4道白人饭，白糖拌姜片啊，朋友们。
白人都不这么吃啊。比白人饭还难吃的饭，就是这份男人饭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燕天。